魏无羡苦笑一下，和大爷道了谢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许是太久没回来了，也可能是真的老了。此番回到母校，回忆一幕幕接踵而来，仿佛这校园里每一处都有两道虚无的影子，一黑一白，一静一动，极力重演着往日的喧嚣。他站在原地，深深呼吸一口气，大步流星地朝北门走去，招手拦了辆出租车，报了个地名。关上车门时，从后视镜里恰好看见一抹白衣淡然地从北门走出来，背对着他，掏出了车钥匙。夜幕中的百凤山更添了一丝朦胧气息。魏无羡在山下买了几瓶水放进背包，徒步向山顶走去。7年前，每到周末，他和蓝忘机都会结伴来爬山。其实比起登山，他更喜欢穿梭在山林里打山雀捉野鸟，所以常常落后，蓝忘机只好在路过到休息站时停下来等他。如此一来二去，他自己也颇为不好意思，收敛了不少，能老老实实的一口气爬到山顶，坐在那人身边享受一会当凌绝顶的感觉，再去到处撒野。这还真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爬百凤山，也是第一次夜里爬山。蓝忘机说过，夜间山顶的景色有别样的风情，他心心念念已久，那人却始终没同意带他夜间来爬。他追问过为什么，对方只是淡淡的说，夜间雾大，容易走散。此番一个人爬山，他也没有往日追逐野鸟山兔的兴致，没多久就到了山顶。从包里翻出单反，寻了处风景极佳的角度，咔咔拍了几张照片，低头仔细挑选着照片，自觉还不错，心想能让蓝湛夸奖的，果真有其独特的魅力。刚想再拍几张，他却注意到不远处有一抹白衣，好似在向这边走来。月光下，那人身着简约款白衬衫，天蓝色的露西牛仔裤，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，边走边看着山下的风景，好似还没看到正在拍照的自己。砰砰砰，心跳骤然加速，抱着单反的手微微有些颤抖。他迅速按下快门抓拍了一张，立即转过身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直到回到家，他依旧有些心有余悸，心想这城市这么大，没道理我一回来就撞到好几次啊。校园里撞到就罢了，怎么山上也撞到了？难道我出幻觉了？算了，又不是第一次出现幻觉了。洗完澡，随意的套了件 T 恤，他坐到电脑前，将单反里的数据导入，漫不经心的挑选着张照片，翻了几张，双目突然微微睁大了几分。屏幕上，一个身着白色衬衫的人站在路灯下，侧着头看山下的风景，皎皎月光下，显得那人更加清凡脱俗，雅人深挚。放大来看，那人性感的喉结每时每刻都令他血脉喷张，心跳加速。不知道盯着这张照片多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遵循本心将其设为电脑桌面，垂着头，闭着眼睛，心想我是真的接二连三的遇到了蓝湛，在我回国的第一天。他发现我了吗？算了，发现又能怎么样？几分钟后，他抬起头，随意选了张风景照 PO 到了个人主页。这是他的癖好，虽然从不向外界公布个人信息，但是他但凡去了哪里玩，都会发当地的风景照。也有粉丝调侃道，我们是关注了一个假的音乐博主。微博刚刚发出去，立刻有人评论，陈老师，你改行做旅行家吧，探险家也适合你。很快，一个偶尔会聊几句的网友私信他，你回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座山我经常去。是吗？那可巧了，我以前也经常去。你以前在国内？对呀，我在国内读大学。隔了几分钟，对方回复，你是 X 大的。微微感到有些寒意，魏无羡没想到对方能因为一张风景照，就猜测出来这么多信息。手指不断在桌面上乱弹着，他看着显示器上那人的 ID 碧晨，何止原归之碧晨，可这人突然询问起他人隐私问题的行为，一点也不碧晨。他没回，关掉电脑，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不断瞎合计着。今晚恐怕要失眠了。日晒三竿，床上的人翻来覆去打了好几个滚，才懒洋洋地坐起来，闭着双眼打着哈欠，张开双臂伸了伸懒腰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从枕头下面摸索出手机，解开锁屏便看见几通未接电话，点开微信查看消息时才发现，现在已经下午2点多了。我居然睡到现在。列表里
备注为狗城的人发来好几条消息。狗城，你到了吗？狗城，老宅有人定时打扫，你不用特意清洁的，随便住哪个屋子都行。狗城，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下了飞机能不能回个话？狗城，行了，看你还能大半夜爬山，肯定是完好无损落地，老人也能放心了，我们过几天也回去。狗城，魏无羡，等我回去看我揍你不，一回国就玩失踪。回国前将风眠江老宅的钥匙和地址交给他，嘱咐他一定要住在这里，就怕他跑回原来的家，发现那栋住了10几年的房子早就被查封了。这些事都在他预料之中，只是表面上配合大人装作不知情，但是下了飞机，他还是第一时间去了公墓，在墓碑前一坐就是一天，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这7年在国外的生活。这个江城，将手机扔到一边，他搔了搔有些凌乱的发丝，又躺了回去，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几分钟后，还是起床走进卫生间，随意地按住牙膏中间的位置，嗖的一下挤出来一大截淡蓝色牙膏。眯着眼睛刷着牙，他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心想蓝湛这几年一点也没变啦，就是气质更加清冷了些，眉宇间也更加俊朗了。恍惚间，耳畔仿佛回响起一名少年调侃的声音：宪哥，这手链的主人我认识。你认识？来，今天午饭我请客，和我详细说说呗。真的？下个月你买杂志的钱我也出了。少年眼睛一亮，打开手里的翡翠玉扇，遮住了脸，凑近他的耳朵，小声耳语着：我跟你讲，他是我发小。你发小？可不是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他大哥和我大哥是兄弟，我俩可不是从小就认识吗？我看他总独来独往的样子，嘿，他确实是独来独往，总是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，但是人很好，接触你就知道了。现在首要的是你赶紧把人家的手链修好。啊，你说这个？可不是，这是他家祖传的，你运气好，只是弄坏了编织绳，这块玉扣要是被你弄坏了，他可就不止不理你这么简单了。我去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赶紧出去找人修。少年见他撒腿就跑，收了扇子在空中晃了晃，冲他喊着：宪哥，那中午饭，明天我包你3餐。声音渐渐微弱，几秒后，四周安静了下来，只能听到水流声。魏无羡这才缓过神，关掉一直哗啦啦流水的水龙头，又略微粗暴地刷了刷口腔，打开冷水阀，匆匆洗了几把脸。没有食欲，也没有恶意。冲了杯带餐粉，他坐在电脑面前，按下开机键，打开微博。昨晚私信自己的那个人见他迟迟不回应，便没再发消息过来。